来到了深圳的外边了，哎呀，太舒服了！这个你看，这个风啊，天气太好了，太舒服了。因为现在南京很冷。竹内先生，我知道你对高科技非常的感兴趣哈，对今天我们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是吗？可以体验吗？可以体验哦，等会儿马上。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讲解员毕伟丽，小毕你好。张老师你好，周老师你们好。我是竹内，你好你好，感谢感谢。这是你们的车吗？对，由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代自动驾驶汽车。这套系统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摆脱了高精度地图。它怎么判断这个路是安全的？我们通过算法的升级，就提升了我们感知的能力。那现在我们不需要高精度地图，用的是导航级地图，通过我们的感知算法，实时的去识别原来高精度地图提供的元素，就是我们不需要它提供了，我们自己就可以识别跟感知出来这些道路的元素跟那些交通参与者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也一直非常的好奇，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汽车，它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元素？那从这个外观上来看，能看到这个，估计有很多摄像头吧？你可以看到整个车，你可以看一下，整个车只有一个激光雷达，就这一个吗？然后我们还有7个的摄像头，前向是有2颗。然后侧边明可以看一下，侧边左右两边各有2颗，然后尾巴后面还有1个。我们就是用1个激光雷达跟7个摄像头来实现这个智能驾驶的感知，它就类似人类的眼睛，可以去精准识别车辆周围超过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无论是在夜晚还是雨天，它都是可以精准识别，没有影响。下雨也可以吗？可以识别吗？对，可以上车感受一下。对，一样的，就非常普通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实时的路况啊，对，包括那个行人的位置啊什么的，车辆的位置，好准，这挺好玩，真的都可以对应到前面的那个情况。对，它现在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之前我们的路线是已经设定好了吗？我们是设定好了起点跟终点，然后中间的行驶路线是它自己在做一个驾驶决策。那如果突然有人出来的话怎么办呢？它的感知系统是可以看到的，对，然后它会做一个紧急刹车的。我们右半边这边屏幕是导航地图，右边这个屏幕它就是在实时的去自己边走边画出这些车道线，因为高精度地图我们已经没有使用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在感知系统在判断这个路况的情况。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实线、白线啊，还有红绿灯，各种就是车道线，这些都是实时的，它在感知，然后实时的去给自己画出路线的。很奇妙的，很奇妙。我们的感知系统的话，它可以精准识别超过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所以它其实比我们人类的眼睛看到的更远更快。如果有一辆车，比如说电瓶车或自行车，它突然间冲出来，自动驾驶系统它会比人类眼睛看到之前，它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然后就会去做出反应，提前预知感知到了。对，是它可以提前看到。是 AI 算法吗？对，你看刚才它做了一个变道，也是它自己在做的。目前的全国应该有10几座城市都在做路测试吗？对，全国范围内是有很多城市开放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我不能坐这儿吗？这个测试车是不行，因为像根据法律法规，主驾驶需要有安全员。后续我们合作的车型暂时售卖，然后消费者买到我们的合作车型，那个时候就是主驾就是驾驶员，就消费者自己本身了。真的啊？它感知的很快啊，挺好玩的。那你坐这儿不怕吗？不怕。为什么我们要在深圳福田区这样的市中心 CBD 的地方跑？就是因为它的路况比那些其他城市比其他的道路会复杂很多。我们在这里跑的话，它数据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的，就是城市道路里面的一些极端的场景，然后这些场景处理的结果，还有这些数据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算法，让我们整个汽车越跑越聪明这样的。那如果路上有垃圾的话，它会能感知吗？垃圾的话，它会根据障碍物来区分，就是不影响它的行驶。就如果它只是那种就非常小塑料袋那种程度的，它可能就不影响行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它是突出物或者有高度的，就比如说之前路上比较多的，像我们可能会出现水马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它肯定是要刹车的，或者做一些提前的处理。我们到了。到了。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靠边停。那停车要人工吗？我们的系统会分有泊车功能，它会自动去给你停到停车位里面去，就自动挂个 P 档，你下车就 OK 了。深圳高新科技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一帮充满创新精神的创业者以及优质的营商环境。竹内亮跟随栏目组来到这家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了解科技与深圳的互相赋能。刘总，您在公司主要是负责哪方面的业务？
我在公司主要是负责像硬件的技术研发，然后整个产品的定义啊、开发相关的工作。这次来深圳的，就是最大的目的是昨天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是残疾人的活动，不仅是就是盲人，就是好多听力的障碍者，然后没有腿的人或者没有手臂的人。那我看到了今天这个车的无人驾驶的车的一开始的反应是啊，他们也可以开啊。而且我问过我的朋友，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想开车，但是他说不可能，因为我是看不见的。那未来还是有可能。对，未来是真的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有希望了。刚才我们在这个路上体验的时候，竹内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想要。”对，我想买，我想买，真的是，我想买。但如果在日本也可以用的话，真的很好。因为日本的有些路啊特别窄，现在其实相当于中国路的一半，这么窄，也可以自动驾驶吗？它可以因地制宜，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法律规制的地方，都有相应的技术、相应的调整。实际上，它的学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它就会忘掉过去，它会不停地积累经验。所以说，未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它因为以前的经验越来越多。他需要学的其实就会越来越少。如果应用到卡车的话，挺好的。还有货拉拉什么的。我拍过那个青藏高原的卡车司机的故事，他们挺累的。有温度的科技，我觉得如果相融在一起的话，也是为了让我们整个社会会更加进步、更加美好。为什么选择到深圳做高科技领域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觉得其实像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这种创新科技的土壤，特别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啊。几个特点吧，就深圳它是一个特别开放和包容的城市。你看，在其他城市做自动驾驶的示范运营，一般来说它选的地方其实是要相对来说偏一些，人和车都比较少。但在深圳呢，他们可以直接开放那个核心城区。还有一点呢，就是深圳它是特区，它也颁布了法案，它更好的能够支撑这种新的自动驾驶这种业态的发展。另外呢，它毕竟也靠近香港呀，然后也是一个热点城市，它的人才也是非常密集的，我们能招到我们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深圳一直以来都相当于是中国的硅谷，然后相关的这种产业链都很健全，那么我们整个开发起来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所以你们公司的大目标是什么？希望能够通过自动驾驶去改变人们的出行。让它变得更方便。你觉得10年后，那20年后也可以，20年后的马路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20年后的马路，毕竟基础设施可能不一定全部都变得很多，但是车我相信肯定自动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车辆它也可以真正的承担起驾驶责任，人真的可以不用再关注道路状况。正是因为中国很多都是以深圳作为题材的。那说到深圳的话，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词语来概括深圳的城市精神？创意吧，创意。我在深圳看到过很多在其他地方没看过的一个东西，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就各种创意，很多创意。因为年轻人，所以可以很开放嘛，对，包容性强，所以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来讲的话，挺舒服的一个城市。近年回日本探亲时，竹内亮发现。日本 Z 世代的年轻人和上一代人对中国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在他们眼中，创新、高科技等就是深圳的代名词。年轻人知道深圳未来城市的感觉，就高科技很发达，有很多无人的东西，就无人的出租车，还有比如说大疆吧，每年一直在更新这个技术，他们考虑的很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原来是日本的科技企业比较擅长这个东西，就考虑的很细。但现在中国的创新的企业考虑的点是特别细，很人性化。这个人性化这个部分，其实说的简单，其实做的很难。通过大量的测试、大量的研发、大量的研究，才能够做出来这个细节。但现在深圳的企业的产品都能展现出来这个细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些年轻人有跟你说他们想来深圳吗？的确，好多日本人来深圳创业，我的好几个朋友，
就是都来深圳创业，而且他们年龄都很年轻，都很年轻。这些来深圳创业的日本的年轻人，你跟他们有交流吗？有交流，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嘛，挺开放和包容。外国人在深圳那个创业的话比较方便，就政策方面的话，这个他们说过。作为深圳科技企业代表，华为自然成为了竹内亮纪录片作品里不可缺席的角色。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竹内亮萌生了拍摄记录华为真实面孔的想法。于是，经华为同意，竹内亮从当年12月起走访华为深圳总部、上海研究所，开展采访拍摄。Have you heard of Huawei, the Chinese company? No, I haven't. What's the name? Huawei, yes, of course, in the news a lot. 2021年3月，华为的100张面孔上线。纪录片的开头，从街访外国人“你听说过华为这家中国企业吗”开始。如今3年过去了，华为的100张面孔由原定的3集拓展到了3季。您的有一部专题片专门讲华为的100张面孔。为了拍摄这个呢，你跟华为的很多不同岗位、不同部门的人进行交流啊，就是要力求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华为的群像。那这个片子播出之后，有达到你的初衷吗？已经达到了，因为拍的太多了，拍了3年，拍了，估计超过100个人吧。虽然没算过，但是已经超过100人，但还是想继续拍吧。他们也拍不完，就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所以挺有意思的一个企业，很能代表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企业吧。通过华为公司，那么你看到中国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吗？就是拼啊，秒回，他们真的是秒回，效率太高了，效率巨高了，他们24个小时工作的状态。所以通过他们来知道啊，现在中国企业这么拼这么卷，就像看到以前的日本企业的感觉。以前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流行一个词，翻译成中文的话，你能战斗24个小时吗？这个词就当时在日本非常火。当时的日本人特别拼，24个小时一直在工作的状态。竹内亮对深圳的关注并不局限于高科技。他还挖掘到了深圳的文化气质。竹内亮说，很多采访对象曾和他说，他们来深圳是为了搞钱，但其实，深圳多年来一直在文化领域上发力，并以欣欣向荣。2020年11月，一支由竹内亮领衔的5人摄制组，连续72小时采访了50多位深圳书城的读者，他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0位不同背景的读者故事。组成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我是书城》，生动地展示了深圳人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内心那份平静的追求。你准备看什么书？一本是讲田园的，一个是讲那种大数据的。在找什么书呢？我在看党的100年的书。刚刚看您翻了好多书。对，我就是看我们这个党史。我86岁了。我是盲人，所以我没有关系。对，所以我都是通过听的方式来那个。对，这是张嘉佳老师的那个书，希望这本书能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走路的人。在黑暗中走路的人。那不就是我吗？亲爱的，这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一朵。提到深圳啊，外界说深圳是一个搞钱的城市，但是你看深圳还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你有个片子叫《我是书城》，通过这个呢，就想告诉大家，深圳不仅是有高楼大厦、摩天大楼，不仅是有高科技的产品，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文化的沙漠，当时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去看深圳？因为我们的粉丝群体有数据嘛。就我们的粉丝是哪个地区的人比较多，然后结果是广东是最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深圳的人
有可能就喜欢这种文化，不仅是搞钱，就喜欢文化的人应该挺多的。我的预想啊，所以爱看纪录片的人估计是喜欢看书啊，所以通过书城来展现深圳人的另一个侧面。对，这是我的目的。但结果还是这样子的。他们挺喜欢这种书啊，就是艺术、电影。书香深圳也是深圳的一个城市名片。对。那你看，彼女はチベット族のスーム。那就天上那个飞机的路没有吗？他想飞哪里就可以飞哪里吗？不可能吧？真的？那怎么做出来的？後日、私たちはスーム一家を上海に招待した。哇，太漂亮了！这里晚上怎么那么漂亮？你看。その後私たちはスームから一通の手紙を受け取った。对你来讲，10年前的那个回忆，特别美好。 2023年下半年，一条标题为“命运的齿轮一直在转动，从未停歇”的短视频突然爆火。视频的主角是香格里拉女孩慈母。10年前，她抱着小羊闯入了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的镜头，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在长江天地大纪行中，慈母17岁，目光清澈，抱着小羊羔等待和游客合照，每次可以挣5块钱。这时候的慈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竹内亮说服慈母的父母带她去上海玩了一圈，那是慈母第一次见到城市的高楼大厦和繁华夜景，命运的齿轮也由此开始转动。从上海回来后，慈母给竹内亮写了一封信，道出了自己的梦想——开客栈。是不是这个？也不像，不是这个。慈母，他叫慈母。这10年前的，你认识吗？可能。你认识慈母吗？我现在找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慈母。就他家了。啊，就这。就这家。啊，是吗？酒店。 10年后，竹内亮再次见到慈母，发现他的梦想成真了。现在的慈母已经蜕变成干练的酒店老板娘。当慈母母亲再次见到竹内亮时，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流下泪水。竹内亮也忍不住红了眼眶。我妈就是太感动了，她说，她就是这一生里面嘛，就玩过最开心的一次，就是你们带我们一家子去的时候。 对，他就说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就特别感谢你们这样。动人变化的背后，不只有上海之行的影响，更有中国这10年在方方面面的剧烈变革。竹内亮通过这2部纪录片丈量并记录下了这10年的巨变，以及巨变之下普通人生活的变化。长江其实可以说是你见证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条纽带了啊！整个的这个过程，让你感觉到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有什么样的不变的东西。有很多变化，当然是最大的变化是人的价值观和思想，就是慈母本身嘛。他当时10年前的话，结婚的时候就被父母安排的，他们甚至当时是去上海都不让去。 对香格里拉的藏族来讲，上海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就很未知的、很危险的地方，所以他当时是不让去的。最后说服了好多天、好几个月才能够同意的。估计是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带来的一个变化吧，因为他们以前不知道，就是只知道自己圈子里的一个生活和习惯，但是他们现在能看到所有的地方的生活习惯。 所有地方的价值观，通过短视频也好，通过互联网的各种平台也好，还有一个变化是水质环境的变化非常大。10年前的长江的水，又脏又臭，我也不敢碰。但现在的话很干净了，不仅是上游、中游、下游都很干净了。所以我是随便摸随便闻，也没有什么闻出来什么异味。江豚也多起来了。
10年前是江豚基本上看不到，听说是这边有很多江豚，但是我找了一天一直在拍，最后找不到了，一个镜头都没有。它现在的话可以看到了，可以拍到了。这是一个环境的大的变化。然后依然没变的东西是风景没变，三峡的话依然的很美，然后源头那边也很美，就各种长江的风景，这很美。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再会长江》当中有一个场景，是你走到了这个沱沱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咖啡馆咖啡馆呢是用垃圾可以换取免费的咖啡，而那里面还有这个志愿者专门向沿途的一些背包客呀、一些游客呀宣传环保方面的这方面的理念。对，以前没有的，以前没有这种志愿者。对，现在还是大家对环保的意识强了很多吧，尤其是年轻人吧。年轻人对环保的意识变强了很多。中国有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我想通过你这个片子就非常好的体现出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嘛。实际上你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并没有想到。就是10年前没有拍长江的话，没有现在的我。2023年5月19号至25号。再会长江在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有乐町角川影院上映。竹内亮说，这部片子成功的不是票房，而是日本观众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国。看完片子之后，很多日本人告诉他想要去中国看看。再见长江这部片子在日本院线上映，对，据说这个上座率还不错。对，你的日本朋友对这个评价是怎样的？没想到吧，因为在日本院线上映的时候，电影院的老板跟我说了，估计没有人看。纪录片电影本身是很小众的事情，再加中国题材的话更小众了。那个老板这么说了，商业的片子的话，大概上座率的30%到40%。纪录片电影的话，20%就足够成功了。然后结果是，真没想到70%，就后面的几场。都是每天坐满的，就买不到票。我自己也第一次看了这种场景。那我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了我的电影？最大的原因是还是喜欢看中国，想去中国，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其实挺多的。但是因为中日关系，很多日本电视台没有关中国的节目，以前是挺多的。大概每年好几部有关中国题材、中国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好，综艺也好，旅游节目也好，每年有的。最近2、3年没有，基本一个都没有。所以大家都一直想看中国，但是看不了。让我正好碰上了，可以，这是一个天时地利啊。对，所以好多看完这部电影的，就是观众们，好多人。就见到我就哭了，哭了。对，然后感谢我，没想到那么多日本人感动，而且感谢我。我感谢我啥？我只是为了自己拍的。你为什么感谢我？他们说，我想去中国，我想去中国旅游，支撑了。对，除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中国10年来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带给竹内亮观察中国不一样的视角。就中国的治安很稳，很安全嘛。这么多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跟其他的国家比就知道了，稳定和安全是很重要。我最近拍了一个乌克兰的一个故事，那个主人公是住在乌克兰的东边，就战争最激烈的地方，所以他的家什么的都没了。然后因为他跟中国人结婚了，所以他撤侨的时候，就一起跟中国人的老公一起逃过来，然后他现在。过了非常安全的生活，所以他挺开心的，就我也挺感谢吧，非常感谢。对和平和安全的宝贵，是真正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才发现。他现在在中国重新认识了和平是什么样子，安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发展也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增添了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在这里的你住在这里。ここに住む理由？監督がここに住む理由は何ですか？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过去的10年里，竹内亮不断把这个问题抛给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而关于竹内亮，更多人关心的是他记录中国的理由。并没有想到，不是为了宣传什么什么中国的美好怎么样，对，不是为了宣传而去拍的。我真实的感受是真的变好了，所以去拍了。不是为了宣传中国而拍，是与竹内亮交流时的高频剧。他一直强调，自己拍纪录片想做的就是呈现客观真实的中国，消除误解。我真正的开始认真的拍中国故事的起源吧，是2005年，我跟赵平老婆是谈恋爱的时候开始，因为我跟老婆在日本一起看电视，有很多骂中国的、黑中国的就报道，一起看的时候很不舒服，因为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所以我知道真实的中国是怎样，但是电视上的中国和我所知道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从那儿开始决定我必须要拍就真实的正能量的中国的故事。2013年，竹内亮从日本搬到中国，妻子赵平是南京人，这是竹内亮住在中国南京的理由。移居中国之后，日本导演竹内亮得以更深入地观察、记录中国。2020年3月上旬，竹内亮拍摄的一部反映中国人抗疫纪录片《南京抗疫现场》在海外受到广泛关注。10分钟的短片真实记录了中国细致入微的防疫手段，纪录片迅速在日本媒体刷屏。竹内亮还受邀参加了日本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TBS 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特别节目，介绍中国的抗疫故事。同年6月26号，竹内亮又一部和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上线。2021年1月6号，竹内亮的第3部疫情题材纪录片《后疫情时代》发布。这次，他把镜头聚焦到了中国逆势爆发的企业和逆境谋生的人民身上，包括中国多个行业无人化技术应用、空气净化产业靠科技引领发展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2次点赞竹内亮：“我们对竹内亮导演不带偏见、真实地记录中国走过的这段非凡的历程表示赞赏。这个世界太需要有人像竹内亮导演这样，去传递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情感。”你的纪录片跟疫情相关的后疫情时代，包括好久不见武汉啊，这些都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高度的评价，被他们点赞。你也获得了这个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啊。对啊，你怎么来看在中国给予你的一些肯定？当然是高兴啊，和荣幸啊，就我也没想到嘛，万没想到，我只是拍，不是为了什么特别大的目的去拍的，我只是想拍自己拍的东西，所以。就被外交部点赞的时候，就很惊讶。但这个是我自己重视的点，就不带偏见，客观是我拍片子的时候，尤其是给日本人看的时候，特别重视这个点。我特意加强这个真实客观的部分。这是很简单，我看到什么拍什么就播什么就可以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谁都能做。比如说我拍武汉，好久不见武汉的时候，就考虑了很久怎么剪比较好，所以我怎么展现给大家更真实的武汉。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完全100%按照时间线来剪，甚至是平铺直叙的，不会引导某一个方向，不会就煽情的那种感觉。来自日本，家在中国，特殊的双重身份让竹内亮对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更深刻的思考。他时常感受到外界对中国偏见的存在，并希望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消除偏见。当时你的日本朋友看了有关中国抗疫的这些片子，他们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因为这个片子在日本也特别有影响力了，然后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转载了这个视频，也播出了。
就是一半的人肯定是支持我，或者挺感动，或者惊讶，很厉害。但是还是一部分的人会有反对，哎，这是假的，怎么样，会骂我。哪方面他们觉得是假的呢？他们觉得关于中国的好，就是稍微正面的新闻都觉得假的。就这一部分的右翼分子嘛，反正有点极端的那个一部分的人觉得关于中国的正能量的信息，他们觉得全部都是假的，然后负面的都是真的，所以怎么跟他们说没用，就是经常被他们说你是中国政府的间谍，你们收了多少钱，巴拉巴拉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有一些评论说你拍了这么多中国的纪录片，似乎从你的镜头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是不是你就是要记录中国的好？你掌握了中国的流量密码？不是，这2、3年经常被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只有拍中国好的？你是不是为了赚钱？是不是为了流量？怎么样？但是回到一开始的聊天的话题了。我从2001年开始拍中国故事，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拍了很多中国故事，因为喜欢拍中国故事。你也是通过你的镜头来讲述中国故事，你是希望能够消弭一些偏见，那你觉得像一些西方、像外界，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偏见根源到底是在哪？我觉得嫉妒吧，嫉妒以及怕。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也经常被美国骂。当时的日本的经济马上超过美国了，然后当时好多日本的大企业收购美国的什么电影公司啊，就各种美国的大公司都收购了，所以美国开始怕了，然后开始嫉妒了，然后开始骂。所以中国也是，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差距这么大的时候，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是好的。然后很明显，2010年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的时候，成为了世界第2 GDP 的国家的时候，开始骂中国了，黑中国了，负面的新闻一下子多了起来。自2015年起，竹内亮拍摄系列旅游式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如今已经更新至300多集。随着节目陆续推出，竹内亮住在这里的理由也渐渐具象化。在第100期的时候，竹内亮对着镜头说：“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就是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与影迷、与员工、与家人在一起。在中国，竹内亮已然与越来越多的个体建立了联系。被问及中国最吸引他的因素，竹内亮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的随性，这里有永远拍不完的故事。这么多年以来，中国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觉得非常喜欢它，愿意用镜头来记录它？首先啊，中国人喜欢被拍。你有这种感觉吗？接受度很高，所以对我们来讲特别的愉快的一个过程，可以拍到真实的他一面。如果不愿意的话，我怎么努力都拍不出来真实的一面。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喜欢展现给大家自己的生活什么的，所以能拍真实的。那还有最大的理由吧，就是中国是一个怎么说呢？多元化，有很多一面，所以拍不完。多面性，对，多面性吧，对，多面性。也拍过很多国家，就欧洲啊、拉美啊、中东啊、非洲都拍过。但是呢，中国的话，就文化非常的丰富，对，还有层次感也很丰富，所以怎么拍都拍不完，变化也快。所以去年拍的东西已经旧了。其实今年可以还再去拍，比如说日本的话，这20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20年前拍的素材现在也可以用，但是仙剑的话完全不行，去年拍的东西用不了，过时了。对，所以这个题材丰富，故事也丰富，就永远拍不完，这是一个中国的魅力。多面性、松弛感，中国人给予了竹内亮及团队充裕的创作空间，而镜头之下。竹内亮对中国的探索和记录似乎没有边界，只有一点贯穿始终，那就是纪实的真诚。对竹内亮来说，坚持记录中国，已不仅是满足他的好奇心，还带着一种使命感。
这个纪录片当中很出名的就是我住系列了。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住在这里的理由现在有变化吗？使命感。